关注人工智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键盘上的上档键。然后我们就可以聊一下之前我们总结的 AI 3大领域中的第一个自然语言处理。在本频道之前也曾经提到过，知识的最小单元是概念，一旦你能够理解概念，就可以获取知识。那么之前也提到过，这也是自然语言处理大模型的最可怕之处。从此它就可以学习人类已有的所有知识，并且还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它可以由一个简单的单词去写一封邮件，或者从一个数据表格出发去写一篇总结报告。那么给它一篇长文，让它写出摘要，或者你定一个需要实现的功能，它可以帮你写出对应的程序代码。提出你的问题，它也可以提供几乎任何领域的意见，那么当然也包括医学的、法律的、日常生活的等等。那么它还可以模仿特定人物的一个说话的口气，那么就比如说特朗普，对不对？笔者是做不到，但是语言大模型其实是可以做到。所以呢，但凡和文字搭点边的事情，它都能搞定，而且几乎人类所有的各个专业领域，它都可以涉及。但是能做并不代表能做好。AI 给我们的答案经常会出错。比如说2023年2月9日，谷歌的工程师在展示他们的聊天机器人 Bard 的时候就提问，问题是：我可以把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的哪些新的发现讲给一个9岁的小孩听？Bard 其中之一的回答就是：詹姆斯·韦伯望远镜拍摄到了太阳系外行星的第一批照片。但是这个回答是不正确的，因为第一批系外行星的照片是由欧洲南方天文台的盛大望远镜在2004年拍摄到的。那么顺便提一下，这个答案呢，造成了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股价下跌了7%，市值蒸发了1000亿美元。看来 AI 也不能乱说话啊。那么对于这种 AI 回答错误的现象呢，实际上有一种专业术语，那么称之为 hallucinate。那么 hallucinate 中文的意思就是产生幻觉。那么就是说 AI 或者说大语言模型给出的答案，它有时候是不符合事实的。那么为什么大语言模型会产生幻觉？给出的答案经常会不符合事实呢？那么实际上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那么其中第一个原因的话，可能就是训练数据集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么他回答的问题可能也是错的，因为一开始给他的输入的数据就是错误的。那么第二个的话，原因的话，可能就是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就搞错了一个聊天环境。那么原本比如说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它被认为了是可以进行一个文学创作的，可以进行天马行空的文学创作的这样子的一个场合，那么他就会去说一些就会加入自己的一些创意进去。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很多问题就会回答错误。那么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问，猪会说话吗？那么 AI 的回答说，不，猪不会说话。那么这个是肯定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因为猪就是不会说话。但是如果的背景是你之前在和 AI 讨论《西游记》，正好聊到唐僧收了猪八戒为徒弟，然后这时候你就问，猪会说话吗？然后这个时候正确的答案就变成了，猪八戒这只猪是会说话的，对不对？所以问题的答案实际上是和背景，包括这个背景是一个很严肃的讨论，还是一个需要创意的一个讨论，那么这个背景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以上3点的话，实际上是 AI 为什么会产生幻觉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正是因为 AI 它会幻想天马行空，所以你让 AI 干点事情吧，多多少少呢，实际上都是不靠谱的。如果你比如说放弃键盘、放弃鼠标，任意的去让 AI 做事情，那一定就是会出问题的。他写文章也好啦，给你的答案也好啦，帮你写的敲的代码也好啦，都需要人再去检查、确认一遍，然后修改一遍，然后确认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用。当然了，大语言模型也有它的优势，那么它的优势就是它的写作效率更高，它的创意的丰富程度更多，都远超人类的专家。因此，和 AI 共同工作，那么 AI 提供多样性和工作效率，而由人类最终去决定确认它的准确性。在当下应该是一种双赢的模式，也是我们能够
更好的利用 AI 提供我们效率的一种方式。所以说一直到今天 AI 还只是一个工具。下面我们来聊一下 AI 应用的第二个领域，那么它就是多媒体处理，包括图像、视频、语音的自动识别、修改和生成。这一块呢，也是商业化跑得最快的部分，其中最成熟的就应该属于图片处理。这一块实际上已经有很多的商用的产品，比如说我们能够提供图片生成功能的网页，少说你搜索一下也有几十家吧。这些网页一般都会有所限定的，而且也会免费的提供一些图片生成的功能。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主播经常使用的 ArtGuru 网站。那我们首先输入网址，网页打开以后，我们就在描述框里面输入，请生成一个穿着捷 K 制服的女高中生全身像，背景是一所高中。好，现在图片出来了，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张图片生成了3个女高中生，而不是1个。但是其他部分的理解呢还是正确的。那么再看一个去除背景的例子，那么我们使用每一个电脑都有的，每一个 Windows 电脑都有的计算机自带的一个软件叫 Photos， 来打开刚才生成的这个女高中生的图片，然后我们点击编辑图片，之后点击背景，那么最后点一下右上角的去除背景，可以看到整个背景都已经被去除了，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放大看一下手的部分，就可以看到手的部分的背景去除其实还是比较粗糙的，没有完全把背景和手的颜色区分开来。以上2个例子呢是图像处理里面3大类的其中2个。那么第一个就是生成，那么第二个就是分类。生成的话就是可以由文字啊或者说其他说明来生成你想要的图片。分类的话就是用识别出的，就是用图片去识别这个图片中的物体或者背景。这2个例子的话，实际上刚才主播已经向大家展示了。那么除了这2大类之外呢，实际上还有第3类。那么第3类呢就叫做拓展，那么英文使用的单词叫做 map。什么意思呢？我们就举个例子。那么比如说给一个黑白的图片上一个比较自然的彩色，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图片的一个拓展。或者呢在一个普通的物体的照片上，那么把它生成一个3维的样子，那么这也是拓展的意思。或者说呢就是你有一个照片记录某件事情，然后你生成这件照片事件之前1秒钟或者说2秒钟的一个照片。就比如说你有个照片正好照到一个人从树上掉下来，掉到一半，啪嚓开了这么一张照片，然后你用这张照片呢去生成一张这个人还在树上还没掉下来时候的一张照片。那么这个呢我们就称之为图片的第3类应用，拓展。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在图像处理的 AI 软件中，实际上它AI 也会产生幻觉，也就是 hallucinate。它和大语言模型其实上是一样的，因为在大语言模型里面能够产生 hallucinate 的问题，在多媒体处理里面实际上是同样存在的。就比如说原始数据不干净啦，或者说是 AI 更天马行空啦，它并不了解你意图创造的这个图片的背景是什么。但是呢，在图像处理里面，幻觉就是 hallucinate 产生的后果，往往并没有这个在文字处理里面的来的更那么严重。在文字处理里面，你回答的问题往往是非黑即白的，是对的，符合事实的，或者是错的，不符合事实的。但是在图像处理里面，它并没有，它相对的容忍度就会更高一点。就比如说刚才我们生成的女高中生的图片，那么我们要求的是全身像。通常理解中的话，应该是从头一直到脚，那么我们称之为全身。但是网站的 AI 给出来呢，实际上它给出来却是大腿以上的大半身像。但是这个在通常情况下，实际上并不影响图片的使用。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举个例子，那并不影响它是全身像还是大半身像一样。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下视频和音频。其实呢，视频和音频的处理呢，这个本质上是同一类问题。就比如说，因为你处理音频的时候，实际上
你要和嘴型对在一起，而且你说话的时候还有手势，还有表情，那么这些的话实际上都是要处理的。所以音频和视频实际上是同一样事情。那么这里先要强调一点的话是，实际上是视频的 AI 处理的话，它实际上是会比图片复杂的多。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个视频里面比如说在大街上有几十个人，还有狗在跑，还有车辆，还有自行车，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相互之间的这个运动的相互之间的位置变化和这个摄像头的一个变化，包括近大远小，然后包括是不是符合这个物理定律，那么这块东西它的复杂度就会成一个指数级的一个情况去增加。而它的复杂度增加以后，意味着它的算力也必须成一个指数的一个程度去增加。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就是之前在网络上沸沸扬扬的一个体操视频了。这个视频里面人都基本上做体操的人已经不像人了，然后只有胳膊和腿在天上乱飞，而且会有就是胳膊和腿在天上咻咻咻咻咻一直打滚的一个样子。那么显然这也是不符合物理定律的。那么这也是在这里想说的，就是视频和音频的处理或者生成，它本身的话会比图像的生成和处理要复杂很多。当然了，人工智能是一个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相信用不了多久，视频的生成和处理很快也会日趋成熟了。从今天的一个发展趋势来看，笔者认为就是多媒体行业应该是 AI 首先会影响到的这个行业。随着图像、视频、语音生成、识别、自动化、剪辑拓展的这个 AI 工具日趋成熟，像绘画、电影、电视、音乐制作的门槛会进一步降低。原本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和专业的工具来完成的特效，在 AI 的工具面前，可能仅仅是鼠标轻轻的一击。第三个 AI 领域，那就是其他行业应用。很多朋友会嘲笑我，为什么把如此广阔的其他领域全都归纳到一起，就叫做其他行业应用呢？其实呢，笔者还是有一些理由的。那么总共有3点理由。那么第一点呢，主要是说，其他行业领域的应用呢，它大多数实际上只是多媒体应用，或者说大语言模型在行业中的不同行业中的应用。那么比如说自动驾驶，那么里面它对视频信息的处理，它在自动驾驶获取的视频信息里面，它要识别车辆、行人、交通标识、标牌等等。那么其本质的话，实际上就是对自媒体里面的目标物的一个识别，本质实际上是一样的。那么包括自动驾驶里面对激光雷达点云里面的车辆、行人、交通标识、标牌的一个识别，那么本质也是一样的。那么再比如说类似 Siri 小度这种语音接口，实质上只是自然语言处理的一个分支，那么它只是增加了一个文字转语音、语音转文字的接口。那么这个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其他的应用领域里面呢，它还包括了很多一些实际上用不到深度学习，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些应用。那么比如说 TikTok、YouTube 的一些视频推荐，前面提到过的亚马逊的一种商品推荐，包括个性化的界面的选取、音乐的选取等等，这些领域实际上已经比较成熟。虽然它也算是 AI 领域，但是他们即使不用这个深度学习，也已经做得很好了。所以的话，就把它归到第3类了，第2类里面去了。那么第3类的话，实际上是一些行业应用还不太成熟，实际上还有很深的这个应用潜力的。那么笔者也是把它归到这一块的。那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医疗行业和金融行业。我们先来说一下医疗行业。我们知道人的身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实质上是远超一般人的认知水平的。就单单一个细胞而言，它就有100万亿个原子，而一个成年人大约有30万亿个细胞。那么两者相乘，就是一个成年人有那么多的原子构成，基本上已经不知道这是什么单位了，是3000亿个全都是零，屏幕上这么多的零的原子。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研究人类的话，要深入到原子层面呢？笔者来讲一个理由啊，就从最近的一个研究发现，人类的意识的生成可能和大脑里面神经元的量子效应有关。
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去研究人类，去了解意识是从哪里产生的，你必须得把人去分解到一个亚原子的层面，然后你才能去做进一步的研究。而直到今天，生物医学只是到分子层面的一个研究，即使在这个层面上，那么已经遇到了大量的数据爆发的一个问题了。而恰恰是对于数据爆发、海量数据中去寻找规律这件事情，却是 AI 最擅长的领域了。当然了，生物医学领域里面对人类的意义，那就更不用多提了。谁不愿意活得更长寿一点？克服疾病呢？所以 AI 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前途简直就是不可限量的，而不仅仅是今天帮助医生去识别一下核磁共振的一个图片你有什么病啊，你没有什么病，仅此而已。它之后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那么另外一个领域的话，就是金融领域。那么金融领域也是这样，它有一个巨大的数据。第二个原因的话，就是它真的很能赚钱。如果你想一下，如果你有一个 AI 软件，它可以去找到整个股票啊，或者外汇啊，或者黄金交易市场上的一个价格波动的趋势或者价格波动的规律，那么它就可以自动的去交易。哇，那钱岂不是坐在家里就哗的全都来了，然后很快就变成世界首富了吗？这一块也是很强的一个人类的驱动力，赚钱，对不对？所以 AI 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也是非常可以期待的。那么虽然我们今天已经有了，比如说像之前提到的谷歌的 AlphaFold， 那么以及自动化的程序交易的金融软件，但是对于人工智能在生物医学和金融领域将要掀起的惊涛骇浪相比，今天的 AI 只是刚刚开始而已。那么也就是由于它仅仅是刚刚开始而已，那么主播才把医疗和金融领域的应用也就放在了AI 应用的其他之中。那么我们期待很快有一天我们能把这两个行业单独的拎出来给大家介绍。说着说着就说到 AI 的明天的展望去了，对不对？然后这一期的时间已经用掉很多了。那么对于 AI 未来的展望，那么我们就下一期再聊。最后感谢您的观看，还麻烦您高抬贵手点赞关注，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那么我们下期再会。